人人都嘲笑。京圈太子爷娶了个小傻子，小傻子却每天笑呵呵的。直到小傻子肚子里的宝宝被太子爷亲手打掉，小傻子不再笑了，太子爷却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红琛，照顾他3年，咱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难道就因为他当年救了你，你就要搭上自己一辈子？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一定是以身相许。我在一旁看着母子2人的对话，不自觉攥紧衣角。自从白若书来了之后，霍妈妈好像越来越讨厌我。我虽然是傻子，但也能听懂一些他们的意思。他们是想我跟霍红琛分开，毕竟白若书才是他心目中的儿媳妇，更是霍红琛的初恋。他们说了，我这种携恩图报的，永远不可能住进霍红琛的心。白若书来了，我霍家夫人的位置也该让开了。可是我跟霍红琛的早就有婚约，每天晚上更是玩着刺激游戏。我们关系很好，难道就因为我是傻子，我就该让贤吗？我红着眼，不安地看向一旁的男人。男人儒雅金贵，阳光打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，好看极了。一双深邃迷人的眸子蕴含着万千情绪，深不见底，仿佛谁与他对视都会沉沦。只是他周围的气压太低，如果不是习惯了他在身边，根本承受不住。霍红琛声音清冷，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。妈，当初梁家跟咱们原本就有婚约，即便心血没救我，也是咱们霍家名副其实的媳妇。更何况她离不开我。他说着，温暖的大掌附在我的小手上，心在这一刻仿佛也跟着安定下来。胡闹，他是个傻子。难道你真要跟傻子在一起一辈子？霍妈妈气愤起身，看向我的眼神像是要喷火。我下意识瑟缩了下，紧接着被带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妈，你吓到心血了。你看看他这是什么样子，动不动躲在你身后。咱们霍家的脸，因为他都丢尽了。霍妈妈被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虽然害怕，也不想他们母子反目。我强忍着不舍，推开了挡在我面前的男人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不躲在阿琛身后了。别叫我妈。他气得胸口上下起伏，保养得宜的脸皱成一团，看向我的眼神更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怎么会顶撞我？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求求你离开我们家不行吗？面对他明晃晃的恶意，我还是没忍住，眼泪大滴大滴砸下来。爷爷去世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似乎所有人都讨厌我，都容不下我。哭哭哭，就是知道哭。我们霍家好运都被你哭没了。阿姨，别生气了。心雪心智不全，别跟他一般计较了。一道温柔的女声响起，那张明媚温柔的脸出现在眼前。她大方得体，像极了白天鹅，而我不过是那个衬托她美丽的丑小鸭罢了。霍红琛见了她，身上的冷意散了几分，连我拉着的衣角也被他扯了回去。他下意识靠近，阳光打在两个人身上。霍红琛脸上带着难得的笑意，两人对视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一般。我想起了钟书教我的2个字：般配。他是天之骄子，而他是娱乐圈新晋影后，而我只是个傻子，跟霍红琛无论如何都不般配。如果没有我，都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幸福快乐。但如果不是为了救霍红琛，我也是一个优秀的人。虽然里面有报恩的成分，但如果他不愿意，又有谁能逼他？说到底，我才是他的正牌夫人。看看人家若书，你要是娶了她，妈哪还用受这气？好了妈，我现在的老婆是心雪。这种令人误会的话，以后别说了，心雪会难过。她像是忽然缓过来一般，看向我，那眼神带着笑意。我想笑，可眼泪却再次砸了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特别委屈。白若书来了之后，这个家似乎有了个多余的人。不是白若书，是我。客厅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。霍妈妈跟白若书相处得很好，而我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默默注视着一切，一遍遍安慰自己。即便他们都不喜欢我，我还有霍红琛。他说了会永远陪我，永远护着我。客厅里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散了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夫人，您中午没吃饭，晚上多少吃点吧。少爷晚上有宴会，就不回来了，让您早些休息。钟书说着，敲响了房间的门。一天没怎么吃东西，心口还是闷闷的难受。我正准备拒绝，肚子发出了抗议。好吧，还是不能饿着自己。我穿好鞋下楼，正想跟钟书打听一下霍红琛的消息，电视上忽然出现那张帅气的脸。不等我激动，又有一张精致明媚的脸挤了进来。两人站在一起，郎才女貌。霍总，听说霍夫人的位子马上就要换人了，是真的吗？您这次带白小姐出席活动，是否有意官宣呢？霍红琛冷着脸，正欲开口，一旁的白若书上前搭在了他的胳膊上，与之十指相扣，两人凑得很近，跟每晚霍红琛跟我做游戏一模一样。
这是我们的私事，不方便透露。霍红琛浑身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息，他最讨厌女人蹭他热度，每次都会大发雷霆。这次竟没有澄清，心脏忽然被攥紧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儿。我飞奔着出了别墅。不行，我要问清楚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夫人，这么晚了，您去哪呀？身后传来钟书焦急的声音，但我无暇顾及。现在的我只是迫切想知道答案。宴会上，觥筹交错，男男女女无一不穿着光鲜亮丽，但我眼里只有霍红琛。我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。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就离开。爷爷说过，不要跟不喜欢自己的人蹉跎一生，要遵从内心。霍红琛到哪都是天子骄子，格外亮眼。我一眼看到了被记者围住的他，他身边跟着白若书。霍红琛很自然把他护在身边。我鼻头一酸，忽然冲了上去。霍红琛，你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红着眼看他，死死攥着裙摆，只是裙摆湿漉漉的，贴在身上难受极了。可我还是迫切地想要一个答案。你怎么来了？霍红琛蹙眉看我，眼底并没有欣喜，反倒带着浓浓的不悦。也是，这种场合，他一向都是不允许我参加。你别管，你回答我说的话。我殷切地看着他，他抿唇不语。记者们却一窝蜂冲了上来。梁小姐，请问您这次亮相是怕失去霍总吗？霍总当年收留您，您却恩将仇报捆绑他，会不会太不讲道理了？是啊，梁小姐，您不是正常人，就不能为了霍总让位，让他去找更好的吗？梁小姐，做人不能恩将仇报。请问您什么时候打算让位呢？记者的问题铺天盖地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们全都是针对我的。他们为什么针对我？大家都别再逼问阿雪了，她心智不全，实在没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。白若书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她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天鹅，优雅大方，举止娴雅，在灯光下面熠熠生辉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瞬间红了眼眶，一股眩晕传来，下一秒没了意识。我太太怎么样？医生声音带着严肃，病人怀孕了，怎么能淋雨呢？现在发烧了，不能用药，只能物理降温。以后注意点，千万别再生病了。男人沉默了半晌，应了一声。从护士小姐姐的嘴里，我得知了怀孕的消息。阿琛，他们说我肚子里有了小宝宝，是真的吗？我把手缓缓放在小腹上，轻轻抚摸着，眼底满是温柔。男人应了一声，嗯。
那咱们以后就是3口之家了。爷爷说过，3口之家最为稳固，以后咱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我笑得灿烂，他似乎并不怎么高兴。那个傻子怀孕了，难不成还要生出个小傻子来祸害咱们霍家？一个傻子还不够吗？霍妈妈得知我怀孕后，眼睛都快喷火了。她忽然上前抓住我，走，现在跟我去打胎。这个孩子不能留。不要，我不要，这是我的宝宝。我拼命挣扎着，下意识躲在霍红琛身后。霍红琛果真将他拦了下来。妈，您这样会吓到他的。霍妈瞬间急了，你被这个女人祸害的还不够吗？难道真要气死妈你才甘心吗？这孩子不能要，否则你这辈子都完了。我红着眼眶，妈妈，这是您的亲孙子，为什么不要他呀？爷爷说了，只要有了孩子，我就能跟阿琛一直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，就连霍妈妈也会对我好。怎么现在我怀孕了，一切都不一样呢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，你还是个傻子呢，还想来祸害我们霍家。我不需要你给我生孙子，有的是人愿意给我们霍家生孩子。行了妈，这件事别再提了。霍红琛说完，抱着我回了卧室。好在霍红琛是向着我的，我紧紧抱着他，生怕失去这最后一把救命稻草。怀孕后，霍红琛对我温柔了许多，我们像是回到了从前，没有白若书的从前。自从白若书出现后，他就时不时忽略我。好在我有了小宝宝，我一脸幸福地摸着肚子。阿雪，霍红琛温柔的声音响起。我看到他看向我的神情有些心虚，沉浸在幸福中的我根本没在意。咱们去医院，该产检了。产检可以看小宝宝在肚子里住得好不好。我当然愿意。颠颠跟着去了医院，但这次似乎跟之前不一样。这次霍红琛神情格外凝重，就连医生也换了，看向我格外严肃。阿琛，一股不好的预感袭来，我瞬间有些慌了。没事。他温柔拉过我的手安慰，这次小宝宝出了点问题，医生要给他治病。别怕，你也不想小宝宝难受吧？一听到小宝宝会难受，我当即摇头。我可不想小宝宝难受，我会乖乖的。他温柔抚摸着我的头，轻声呢喃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被推进了一个开着大灯的小屋子，医生给我打了一针，说是小宝宝需要的营养。为了小宝宝，我咬牙坚持，愣是没出声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打完针之后眼皮越发沉重，最后我没忍住，睡了过去。再次睁眼，我已经在病房了。床前坐着一脸担忧的霍红琛，见我醒了立刻关心，怎么样？
感觉疼吗？小宝宝没事了吧？我一脸期待看着他，他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，点头，已经没事了。你好好躺着，我公司还有事，晚上再来看你。听到小宝宝没事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有小宝宝陪着我，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。我兴奋地摸着肚子，却迎来一个不速之客。白若书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嘲讽，孩子都没了，你摸肚子有什么用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恶狠狠瞪着他，你胡说，小宝宝还在我肚子里。洪琛怕你生下傻孩子，哄着你做了流产。你以为他真的爱你？你们的孩子他都能轻易放弃，那么你呢？还想赖在他身边不走？白若书刻薄地盯着我，完全没了之前的温柔大方。他像是一只地狱爬出来的恶鬼。我被他吓得一个机灵，下意识想往外跑。刚到门口，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肚子里传来空空的感觉。我瞬间脸色煞白，小宝宝好像真的没有了。梁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刚做了流产手术，不能下床。护士跑过来将我扶起来。听到这话，我炸了，谁准你把小宝宝带走的？那是我的小宝宝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您先生的决定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护士一脸为难。是霍洪琛。我怔住，脑海里浮现他愧疚的脸。原来他对我的温柔，只是为了拿走小宝宝。嘴里瞬间涌起一股腥甜。下一秒，我失去了意识。洪琛，护士也是不小心说漏嘴的。心雪心智不成熟，这件事一定很快就能忘记。你别担心了。白若书的声音带着浓浓的自责。一旁的男人却不发一言。再次睁眼，白若书立刻激动地凑了上来。心雪，你没事吧？我来看你的时候，你疯了似的跑出去，吓死我了。阿雪，你没事吧？霍洪琛的声音依旧温柔，眼底是对我浓浓的担忧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。一团火在我心口剧烈燃烧着。是他亲手杀了我的宝宝，我们的宝宝。心雪，你怎么能大洪琛呢？洪琛可是守了你一夜。白若书一脸心疼地看着霍洪琛，好像他们才是夫妻一般。若书，这是我跟阿雪之间的事。霍洪琛别过头，看向我的眼眶微微发红，白皙的脸上也浮现出红彤彤的巴掌印。阿雪，这件事是我错了，但你现在还不适合生养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你们口中的傻子吗？我冷眼看着他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连留下他的机会都没给我。霍洪琛，我恨你，
我被霍红琛带回了别墅。那件事后，他回来的时间越发早了，不知是不是出于愧疚。可无论他如何补偿，宝宝都回不来了。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月光洒下来，我第一次萌生了逃离霍红琛的心。我实在没办法跟杀死我宝宝的凶手在一起。爷爷说了，我只是反应比别人慢一些，但仅仅是这样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没资格拥有自己的孩子。阿雪，这么久了，你还不打算原谅我吗？身后的男人忽然伸手将我揽进怀里，感受着男人的气息，我第一次感觉到无比恶心。我没有说话，空气陷入沉默。他忽然起身将我压住，滚烫的身躯压过来。这个动作我问过医生，这就是怀宝宝的动作。想到我那没出生的宝宝，一股热气翻涌而上，我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霍红琛眼底的玉色瞬间清明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浓浓的不悦，似乎很不满我的拒绝。那件事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有必要一直抓着不放？还是你要因为那坨肉放弃我？那坨肉，原来宝宝在他心里就只是坨肉。你滚！我不想看见你。你给我滚！我对着他拳打脚踢。霍红琛没想到我会反应这么大，迟疑了一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寒意将我笼罩，我开始想念乔乔了。乔乔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他在，一定会为我做主的。门口传来白若书关切的声音：“红琛，新雪怎么能打你呢？来，我看看。”那件事之后，白若书不知道怎地，直接住进了霍家。霍妈妈很高兴，每天对着白若书嘘寒问暖。不知道还以为白若书才是他儿媳妇，只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这段时间我脑子很乱，经常会想起跟霍红琛之前的点点滴滴，这对我来说都属于陌生画面。我需要时间消化，同时，我的情绪也一点点回归正常。尤其每次跟霍红琛吵完架，都头疼得厉害。我想，我快不需要他了。霍红琛，我想跟你离婚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屋里的人神色各异。从未对我露出笑脸的霍妈妈，立刻凑上来拉住我的手。好孩子，你终于想通了，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你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离婚了想吃阿姨做的菜，随时过来吃。阿姨随时欢迎你。不等离婚，霍妈妈对我的称呼已经变了。妈，阿雪胡说的，这你也当真？霍红琛将我护在身后。阿雪离不开我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更何况，当初阿雪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，我要对她负一辈子责任。
你胡说什么呢？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即便你们离婚了，他也是可以住在咱们家的。大不了到时候我收她做干女儿。妈，我说了，阿雪离不开我。以后别说这种令人误会的话。我的夫人只能是心雪。霍红琛不由分说将我拉进卧室，狠狠丢在床上，将我压在身下，眼底满是怒火。梁心雪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就是个孩子，你至于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吗？我红了眼，哽咽带着哽咽。霍红琛，你说过要让我永远开心的，可我现在跟着你，很难过。他像是被什么击中，看向我的眸子逐渐被愧疚填满。抱歉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他将我死死抱在怀里，像是要将我揉入骨血。只是太晚了，我不要他了。最近的一段时间，我总是梦见爷爷，爷爷很想我，我也很想他。爷爷。从梦中惊醒后，我看到了不远处的水果刀。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人喜欢我，不如早点去陪爷爷。白若书曾告诉我，流血太多，人就会死。想到一脸慈祥的爷爷，我下意识捏紧了匕首。爷爷，我来了。霍红琛回来的时候，带了我喜欢吃的小蛋糕。不好了，阿琛，心雪割腕了。小蛋糕掉在地上，我飘在空中看着。男人像疯了似的，朝房间走去，抱着浑身是血的我上了车。快，去医院！一直到我进了手术室，他脸色都是白的。我漂浮在半空中看他，这还是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担忧的神色。平时他这张脸虽然也有表情，但很多时候都是冷冷的，跟今天失控的样子不同。红琛，你别担心，心雪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白若书在一旁安慰。他想伸手，却被霍红琛一记眼神定住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从霍家搬出去。要不是因为你，心雪怎么可能生我的气？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们？白若书瞬间红了眼眶。红琛，我只是来家里做客的，我什么都没做呀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是啊，红琛，这件事确实怪不到若书头上，是他自己想不开自杀的。不过这个傻子如果真的死了，咱们反倒是干净了。霍红琛警告的眼神落在霍妈妈身上，霍妈妈立刻噤了声，没一会儿拉着白若书走了。霍红琛孤零零站在医院的长廊上，懊悔不已。阿雪，是我的错，你千万别有事。很遗憾，我的命还是保住了，但我不愿意醒来，只能躺在医院里，跟个植物人一样。
意料之外，霍红琛丝毫没有嫌弃，反倒是对我呵护有加。阿雪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久。你说的对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应该尊重你的。你放心，等你醒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霍红琛抓着我的手，眼底满是柔情。我看着他缓缓开口：“离婚也依我吗？”他没有听见，只是照例给我擦拭完身体，又开始在一旁的办公桌上忙工作。霍红琛是真的很忙，一天除了有开不完的会议，还要签署上百份文件。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累，他却乐此不疲，像个机器人似的。他总是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阿雪，我努力工作，给你赚小蛋糕，好不好啊？”床上的我没有回应，我在一旁蹙眉：“我才不要吃你的小蛋糕。”红琛，心雪都昏迷这么久了，要恢复早就恢复了。难道你真要守着这个傻子过一辈子？时间长了，霍妈妈开始三天两头的劝解。若书是个好女孩，她心里有你。家世虽说比咱们差了点儿，但好歹比这个傻子强啊。你要是真放不下这个傻子，相信若书也会跟你一起照顾的。一旁的白若书也跟着开口：“是啊，红琛，我愿意跟你一起照顾心雪，一定把心雪当成我的亲妹妹。你千万别想不开，因为一时意气耽误了自己一辈子。谁说阿雪醒不过来的？都给我滚！”又是一年冬天，霍红琛开始给我换漂亮裙子，甚至开始学化妆，给我化精致的妆容，将我打扮得跟洋娃娃似的。阿雪，你不是最喜欢美美的穿小裙子了吗？现在我给你穿好了，可好看了。你睁开眼看看。他红着眼看我，声音带着些哽咽：“医生说了，我还是不愿意醒来。如果3天内再没有醒来的意思，这辈子都会躺在床上。”我百无聊赖看着自己，我确实不想醒来。我想爷爷，可爷爷究竟在哪？不得而知。白若书骗我，他说这样就能见到爷爷的。可我飘了很久很久，都见不到爷爷，似乎觉得没了希望。霍红琛找来了闺蜜乔乔，我看到乔乔的时候，激动不已，想要上去抱住她，却扑了个空。你不让我见他，却给我养成了这样。他，乔乔直接甩了霍红琛一巴掌。一向怕他的乔乔，为了我竟然有这样的勇气。我鼻头一酸，开始后悔听霍红琛的话，不见乔乔了。当初喜欢跟乔乔玩，只是因为乔乔从来不把我当傻子，他把我当成活生生的人，对我十分尊重。他带我去做各种刺激的事情，想要唤醒我的记忆，刺激我的大脑。可霍红琛却生气了，他不许我跟乔乔来往，
甚至直接施加压力，把乔乔送出了国。刚开始我很想乔乔，可随着霍红琛对我不断的洗脑，我竟然快把乔乔忘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他现在不想醒来，情况危急。你难道想看他一辈子躺在床上？乔乔这才反应过来，拉着我的手痛哭：“你个大傻瓜，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蠢？不喜欢这个狗男人就离开啊！天底下又不只有他一个。你爷爷给你留了那么多钱，你这辈子不结婚能死吗？更何况，你有我呀！你难道真的忍心抛下我？咱们说好了环游世界，你要食言是不是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”乔乔的话让我瞬间清醒。对呀，我还有乔乔。为什么一定要跟伤害自己的男人在一起？这不是大蠢蛋吗？不行，我不要做大蠢蛋。想到这儿，我直接朝着自己的身体飞奔而去。雪雪，你终于醒了。乔乔抱着我喜极而泣，一旁的霍红琛也红了眼眶。离婚的话还算数吗？我眨着眼看他，男人声音艰涩，似乎良久才下定决心，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你这丫头出息了，这一醒来就要离婚？从民政局出来，乔乔朝我挑了挑眉，想开了。之前不是为了他要死要活。我耸耸肩，这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，爷爷也不希望我过成这样。没错，我恢复智商了，之前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。不远处的霍红琛一脸深情地看着我，眼底满是愧疚。阿雪，这段时间让你难过了，实在对不起。孩子的事更是我的错，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事，一定要来找我。咱们还跟以前一样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回不去了。霍红琛，咱们彻底结束了。住在爷爷留给我的庄园里，日子是前所未有的舒心。之前一直过这样的日子，没觉得珍贵。如今去霍家走了一趟，才知道自己之前过的那叫一个神仙日子。果然，女人还是在自己家里待着最舒坦。尤其还有乔乔陪我，整天在庄园里说说笑笑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只是今天庄园里来了不速之客。阿雪，之前是妈的错，妈不该拆散你们的。你都不知道那个白若书就是个蛇蝎毒妇，她仗着我对她的信任，做了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公司现在被她严重影响了，不少人撤了资，现在资金链断了。当年你爷爷不是给你留了不少钱吗？你好歹之前也是我的儿媳妇，总不能真看着霍家倒台吧？更何况，红琛对你一直都是很好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强压住心头的恶心，不等我说什么，乔乔笑出了声，哎呦。
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救了阿雪的命呢。你搞清楚，当年阿雪救了你们家儿子，是你们家的救命恩人。阿雪因为你儿子智力受损，你们这些人非但不感激他，反倒是苛待他，还打了他的孩子。现在出事了，反倒想起阿雪来了。天底下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要脸的人？没得让人恶心。啊呸！霍妈妈脸色难看至极，她还是不死心盯着我。阿雪，乔乔说的没错，我跟你们家早就没关系了。你们杀了我的孩子，我没找你们算账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要是再来我家恶心我，别怪我拿大棒子把你赶出去，听见没？赶紧滚！霍红琛也匆忙赶来，见到我的时候眼前一亮。阿雪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我灿然一笑，没有你，我过得好极了。我没想到你们家这么不要脸，都到这个时候，还打我爷爷财产的主意。霍红琛立刻变了脸，妈，你来跟阿雪说这些做什么？咱们欠阿雪的还不够多吗？是啊，当初要不是你们带回来那个什么白若书，我家阿雪又怎么会被他哄着自杀？乔乔瞪着他们，眼底满是猩红。如今阿雪没事，那是他福大命大。你们要是再敢来找阿雪，我放狗咬你！乔乔说着，一旁的大黄也配合地叫了2声。霍妈妈被吓了一跳，直往霍红琛身后藏。你们也太不讲理了！当初的事谁知道啊？是你自己傻，还来怪我。我冷笑，是我自己傻没错。你们霍氏落得今天的下场，也是你自己蠢。引狼入室，毁了你们几代人的努力，只能说活该。你，霍妈妈气结，指着我气得浑身发抖。霍红琛则是一眼不眨地盯着我，眼底满是温柔。这件事，我会为你讨回公道。阿雪，我不求你原谅，只求你能好好的，幸福快乐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很用不着。这辈子，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霍红琛看着我，霎时间红了眼眶。行了，儿子，跟这种人说这些做什么？霍妈妈被赶出了家门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霍红琛回去第一件事，就是处置了白若书。白若书被霍红琛找人卖去了缅北，听说在红灯区过得极其凄惨。霍红琛还附带了要求，要让她经常怀孕流产。没多久，白若书就撑不住得了重病，奄奄一息。而霍妈妈被霍红琛送去了养老院。一向最喜欢炫耀的她，成了圈子里的笑话。没多久就像泄了气的气球。霍家原本还能挺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霍红琛竟直接放弃了拯救，如同赎罪一般，让霍氏倒了。他甚至将集团里偷税漏税的证据拿到警局自首。
霍鸿琛如愿以偿，成功住进了监狱。霍家彻底消失在江城。后来他给我写了信，但我懒得看，撕了个粉碎，随风飘扬。我不打算原谅他，这辈子都不会。后来我继承了爷爷上亿资产，跟乔乔开始了环球旅行。以后，我只为自己活着，幸福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